午安，午安，大家好。大家好，来来 Hello，来，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日本的首位女首相。对，我们 OK，来聊一下。之前我记得在一个 Space 里边有几个老中宾男的，然后还是 gay，在美国呀，然后加拿大，他们就攻击说啊，日本男女不平等啊，日本没有女首相，这些啊，有的。对对对，有很但问题多人在说。在于你们加拿大和美国没有啊。而且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个在日本的老中医啊，发推特说啊，居然选了一个女的上来，不拉不拉不拉，就是那我也种。看到了，我忘记是谁了。对，就是叫东京，叫什么什么名字东我忘记了。京温哥。啊，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他哎呀，就是个老东京中医啊。温哥这个傻逼，然后他就特说什么，别坏那个人。居然选了一个女的，就是那种很嫌弃、很看不起女的，又怎么了？女的和不是，男的是一样的呀。东京温哥特别坏。他是做什么的？就是骗钱的。之前那个谁，你还记得5月散人不请过一厨子吗？啊，然后那我知道，我知道厨子跑了，就那个事件。是东京温哥给弄跑的。OK，是他弄跑的。那对对对对对。他是搞投机倒把的是吗？是对对搞那对对对，些，就这种是搞中介中介，的那种。然后骗钱什么的。其实我昨天发给你那个视频，你都可以发在你的那个评论区啊什么的。啊，是就是啊。就是那个什么在日本炒房产，因为它是国内平台的嘛。嗯嗯嗯嗯。然后他什么国内就什么到日本大阪投资房产被骗钱，什么那个用特幽默的语言，让他每对对对条都这样讲，对然后说对对对。被骗了吧？他说日本房地产你不了解，这自己同胞啥德行你还不知道。你不了解，对，你不了解日本房产，你得了解那个自己同胞。同胞啊。对啊。自己同胞什么逼样你还不知道。那个真的这说很搞笑。可逗了，这大哥。对，他每对对对条视频我都看。啊，对对对。王菊花，好多人说王菊花啊。对，王菊花在推特上也，大肆的骂，说什么日本要完。但是我昨天和那个谁，和那个脱缰野狗，然后还有那个嗯东北御厨在 Space 上聊了一下哈，我们嗯。共同的觉得王菊花，他也不是，他就是为了稳固他的基本盘才这么说的。王菊花嗯。其实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早苗上台以后，对王菊花其实他的签证更新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他是那个什么，他是工作签证嘛。他也是拿他经营。啊不是不是，他工作签证。啊，他他工作签证。公司给他发工作签，许知远给他发工作签证嘛。然 OK。后他跟夏河不一样，夏河有可能出问题。啊，是吧？这那夏河经营不知道。管理签证，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这经营管理签证就早苗不上台也变严了，所以就是夏河可能出问题，但是王志安不会，因为王志安拿的是那个就那个人文知识产权那个工作签证。他只要公 OK。司没问题，许知远老师那个投资没问题的话，王志安会一直拿着这个签证。哎呦，那他说明他还不能把他赶出去啊，还要靠他和这个对，李晶他靠他交的官司。税呢。对啊，就对，是还要日本这靠这个官个国家。司的是吗？对，日本这个国家是我不给你身份，但是我可以给你在留资格。那个那个什么，就是你只要为我交税，为我贡献一份儿力量就可以了。剩下的嗯嗯。如果我不高兴就让你滚。他是怎么回事？他是在你头上悬着那个什么是一百单八将，然后就是他觉得你没有利用价值了，然后就不给你更新在留资格了。你还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就一直给你更新。这个很正常的嘛，任何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道理，对呀。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是如果换一个移民国家的话，他就不会像日本这种，就是说他在后边暗箱操作。你比如说像澳洲或者是对像其他的国家，你符合了他的条件，他就是必须得给你这个签证，对对对对就对对必须给你这身份。但是日对本没有，因为他就本身就没有条件。对对对，是是是是。你它是玄学，是个玄学。我就是今天玄学，就对对对。是，之前他们还在聊说，因为今年那个有那个在就是永住取消法又更新了几条嘛。嗯日本的永住更逗，就是他说了几个，就是入管局啊登了几个条件，你把这些书类，就是这些 document 都给我交上来，开完了证明都给我交上来吧。交完了以后你就等着吧，他让你追加。就每个嗯人追加的东西不一样，每个人嗯下来的时间也不一样，每个人到底能不能下来呢？全是薛定谔的入管局。就是嗯嗯。他想让你下就下，不想让你下，没有什么，他觉得你造假，他就是你造假。其实也未必是他觉得你造假，可能今年名额有限，KPI 满了，对对对。就有这个可能性。然后呢，嗯嗯。他可逗了，他就给你下永住的时候，那是薛定谔的，但是取消你永住的时候立法了。哦，那就是很奇怪啊，就是叫下人都永住取没立法。消法，
去年还是前年3月份这个法案生效的，然后在不对，停的更新，不停的追啊，加。很棒很棒，这个法案很棒，这个法案很棒，就点赞。就是你比如说你不交税也取消嗯你，然后不交年金就是不交保险取消你，然嗯，后离开日本长时间取消你，过期不更新那个永驻取消你，反正就是一对，大堆取消你，就是你取消的时候，他就说你犯法了，因为你犯法了，所以取消你的永驻。这样挺好的，我觉对，得。就是啊，这样。就很好，以防有一些中国人去钻空子嘛。就是王志安呢，他拿不到日本社会是这样啊，王志安现在如果李廷告他，现在是肯定他规划是没希望了。李廷告他大概率是能告赢，告赢了他的规划永远没希望，因为你就是犯过错嘛，对吧？而李廷是在日本的法院告他，那肯定拿国籍是没有希望的。呃，但是他拿永驻有没有希望，这我就不太清楚了10年以后再说5年以后再说吧。还有李听他提告是民事的还是呢刑事的？民事，啊，不民事的知道啊，他其实可能两个都有，因为他 OK 有 OK 家暴，他因为告家暴。OK OK，而且他告家暴的是就是有警察有出警记录，日本有出警记录呀。哦，那就属于刑事的提还有告。一点就是，王志安不是之前在网上直播打李听那个吗？对吧？嗯哼然后他嗯哼，说李听有精神病，送到医院去没有，这个在日本非常严重。报假警的话，抓到你报假警，就是你报的警和你这个你是故意说的这个和对事实不符的话，就是日本不会当面怎么样你，但是你的档案上就是也不是档案，它其实电子档案其实也是有的，就会浓墨重彩，你知道吧？有他的可能会信用就崩塌了，等于不是，说这个人。就感觉可能在你永驻的时候会卡你一下，就是你都不嗯嗯嗯要想那个拿国籍了，就是日本拿国籍必须是没有一点儿问题的。嗯嗯嗯就嗯，他会在后边儿怎么调查你，我当时对申请他就说你不用管了，我们有办法调查。说对对对因为我不是去过朝鲜嘛，所以他对。说你从哪儿去过哪儿，你在待了多久，你都干了什么，我们政府肯定是能调查得清楚的。因为那个日本的入籍啊，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要求很苛刻，而且特别苛刻。也是，呃，很抽象的。我看它有一条是要品行端正，我就啊，对啊。想这个品行端正，你要如何去把它就是详细的量化出来？它这他个是一个不会给你量化，他就对是为了不会给你量化，他就是对，为了他们它这个是一个暗中操作才这么写的。而且你知道对。日本入籍的话，你比如新加坡入籍，他会规定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入籍，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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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入籍了，日本没新加有。坡也是跟日本一样，它虽然说有一些表面的条件，但是它给不给你也是他决定的。我就跟你讲，日本入籍连表面条件都没给你。哦，那就更就是加的绝。你想入籍的话，拨打以下电话号码，然后嗯嗯嗯随嗯，意的来跟你谈。然哦，就是后谈的时候，嗯每个人所要的材料全都不一样，然后具嗯体嗯嗯嗯很可怕的就是因为我永驻和入籍我都自己跑过嘛，就是入嗯嗯嗯籍的时候，我还是拿着我的10年就是我永驻都更新了一次了，等于说拿了10年的永驻在日本。嗯嗯然后，嗯嗯这还属于简化流程，然后没有嗯，什么。然后呢，你不一样，因为你是留学生嘛，你的背景是很容易去主要是他看你这查到的。10年在日本还对算老实。对，你的而且对对对，而对且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已经拿了那么久的永驻了，就是对，就算他不给我这个国籍，对于我在日本生活没有一点儿影响，因为是是是，我房子也买了，投资房也买了，然后什么房子、车子都有了，所以这对对对，什么贷款什么银行信誉都已经跟银行关系搞挺好的了，所以他嗯嗯嗯不会就是跟你拿签证儿换那个国籍是两个概念。嗯嗯嗯。你拿签证换国籍，就是你拿不到这个国籍，没准儿你签证更新不了，你就要滚蛋了。我不是啊，我有永驻啊。有观众说，日本的新首相很讨厌中国，他没有讨厌是，中国吧？他只没有。是实事求是吧，他也没有说哦，我讨厌中国，他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就是你那种。们少看点儿抖音，就会知道事对，情那个是带风跟中国向的。人说的不一样。抖音上，首先说你说早苗讨厌中国啊，你认识早苗是谁吗？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我都不敢说我认识早苗是谁，是因为我不支持自民党。对，我支持参政党，所以我我对之前自民党哪个选上去我都对不是太支持，我觉得他们自民党干下台就行了。对，我说句实在话啊，我对他是一无所知的，我之前知道他选上，我才知道这个我知人的。道有他，因为他去年总裁换的时候就是高票，但是在他们议员选举里边儿就是作假了嘛，也不是作假，就是搞舆论战，就是那个谁岸田他们拉票嘛，然后就把那个票嗯嗯嗯数就拉给了
下去那个傻逼识破，然后识破就上去，这就已经很分裂了。今年嗯如果早苗再上不去的话，那可能自民党自己首先谁先扩大，就可能要换成在野党上台。而且今年你看早苗高票的是地方选票比较高，然后早苗呢，怎么说呢，今年就是到现在，因为识破上去这么几个月，大家都觉得傻逼不行。如果再不让早苗上去的话，可能自民党自己就要分裂了。就是现在，因为他地方票特别多，一共地方就47个都道府县36票他得了。嗯那这些地方票如果早苗不上去，大家就觉得有可能早苗会带着这6个地区的票数一起转投参政党。因为他现在自民党，他也可能从自民党出来转成其他党派。因为参政党和早苗现在的理念是有点儿像的，参政党可能是更激进一点儿。他是有一点儿像的，所以这帮人可能会转投参政党。如果一旦转投参政党的话，那可能，参政党现在这个党魁那个叫什么来着，名字还挺难念的，他就是执政经验不是很丰富嘛，就是刚上来一个新的政治家40来岁。嗯但是他如果说我支持维新会，因为他们有点像嘛，维新会那党魁上去的话，那可能就是在野党6党联立，或者嗯几党联立，然后在野党上台了。你这样的话，可能自民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执政了。是是是，哎，我还是挺希望自民党赶紧下台的，太傻逼了。是吧？我不管自民党谁上台，我都不太支持自民党。其实我觉得还好啊，他们也不是以这个日本的利益是不，为先的嘛，因为他们的腐败官僚，然后嗯他们由来已久，而且自民党长期把持这个国家这个就怎么说这个权利嘛。你比如说他出现一个，你知道为什么自民党现在闹成现在这个逼样子，就是因为安倍没了，突然一下莫名其妙让人给弄死了。但是安倍没了就会造成滑铁卢，也是因为自民党它内部现在就是青黄不接，只有一个安倍。为什么安倍一下当政那么多年，就是因为真没人了，只能安倍来，也只有一个安倍。然后在野党那帮人更傻逼，然后就没一个行的。就是其实他这个党不行呢，就是这个党对，啊，党不行的。然后你看看在野党那帮，如果现在维新会和参政党不上来，就更不行了，就都不行。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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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还好，他选了一个女首相出来，我还是蛮看好他的，即使说他的党派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好他这个人呢，我觉得再看吧，就是他只能说是在矬子里拔将军，跟其他自民党这几个候选人比起来，当然要强得多。但是你真说拉出来，如果全靠同行衬托。对，我跟你讲，如果真的再出来一个新秀，再沉淀个几年，下次选的时候，自民党真的未必。因为你知道现在的情况啊，就是众议院选票，执政党2党一共215席，在野党6党加无党派一共是235席。那参议院2党的话，一共122席，在野党126席。就等于说你2党，就是说2院你都没过半。就是2院你都没过半，然后在野党那帮人呢，就是一个目标把你拉下马。他就他不管一切代价把他拉下马，就是把你拉下马。但是早苗上去有一个好处，是因为早苗的政治理念和这帮保守派党派契合的，有点像，所以有点像。会想想，也可能还可以，我监督一下你，没准我就是医院有些决策医院能通过，因为跟他们的他的口号是 Japan is back。就是要把把老的日本带回来，就他们的那种精神。对，但是你知道参政党的理念是 Japanese first，但是我更喜欢参政党这个理念。过去的那个日本到底好还是不好？它只是回复一个当年巴布鲁时代，就是泡沫时代那个繁荣，但是它真正对还是不对，我们不知道。我觉得这是有商榷的，但是。The Japanese First，它一定是一个对的。对，我赞同你的说法。对。所以我 OK， 然后现在人也到齐了挺多的。对。我先介绍一下早苗吧，我刚维基百度了一下。对。这个早苗姐姐呢是那个昭和36年，也就是1961年生人啊，今年64岁，然后是奈良出生的。她在参政之前是近畿大学经济学的教授。这我也看上去还不错啊，看上去还不错。然后在安倍时期呢，这个早苗就非常
备受重用，备受安倍的重用。然后他曾经担任过总务大臣，然后推行的那个 마이ナンバーカード，也就是日本的那个身份证儿，就像中国的身份证儿是一个 ID，然后连接所有，在推嗯行那个的时候，他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之后他一直在那个财务省做经济副大臣，然后嗯嗯在上任之前好像也是财务省嘛，在财务省就是嗯担任这个财务就是嗯日本这个财政，之类的工作。嗯。然后他的政策呢，比如说政治主张，首先就是有几个，中国那些媒体一直在抨击他的啊，第一个就是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也还有他否认南京大屠杀，说他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和慰安妇这个事件。他也不是说否认，就是有疑义。就对像南京大对，屠杀，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就比是我如说南京大也赞同。人到底是30万还是28万还是48万，对，你不知道。因为中共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对啊，而且对中共你说的也未必是真的，就是中对共你可以说说你在南京大屠杀里边儿什么雅库瓦里什么 procession 对吧？你对不是给日本人发信息，然后串日，然后对到南京去屠剿那个国民党吗？对对对就是这里边儿最惨的是国民党呀，对吧？对呀对呀就对呀南京大屠杀死那么多人，共产党你是不是在中间儿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是不是对，帮助了日其实是本人？汉奸。人家还跳出来骂，搞笑吗？对对。然后一个就是说，他说那个靖国神社的事情哈，我觉得就靖国神社一直是被中国政府所污名化。就是我也多次进过靖国神社，当然我现在是日本人，我去靖国神社没有一点儿压力，没有对一点儿负罪感。以前还怕对，中国政府怎么我，现在不怕了啊，I'm Japanese。就是靖国神社它是一个什么样儿的地方啊？它其实修建它是东京除了东京最大的神社吧，对，最大的神社，最老的神社是那个明治神宫，它是修建于1850几年，所以它其实跟二战没有什么关系。它嗯，就是明治维新的时候，说是为了国捐躯的所有的这些英雄。死的这些人，包嗯，括就是为了国家，他不一定是牺牲的。战争为了国家，就是因为为了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而去世的人，然后嗯给他们一个，就是安息的地方嘛。因为日本人对死亡的这个理解和中国对死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我去靖国神社，我第一个就一进去，它会有一个叫做卫灵泉，那个确实是为二战的时候人建立的。他在说一个什么，就是二战除了去中国觉得抗日战争就是一个 main 了，就是一个超级大的事，其实不是。日本对于这场战争叫太平洋战争，因为除了跟中国打，他还有还其他。占领了各各个南太平洋小岛对以对及东南亚，还对打到了美国。对。然后呢，他因为死伤特别多啊，都出去作战，死了那么多人，然后他就是说，因为这些人的尸体也带不回来了，他就做了一个慰灵泉，就是希望这些死在海外的，你别管他是战犯还是什么，他因为这场战争去世了。所以就是抚慰一下他的灵，然后他那个泉水说就象征于母亲的眼泪，然后希嗯望他们的灵魂能安息。就是嗯所有这些，家里死了人的，就是因为这场战争家里死了人，就是都死在海外了，回不来的，就大家有一个寄托的地方嘛。所以就是一到，就是欧崩，就是盂兰盆节的时候，那儿比较热闹，就嗯是以前会比较热闹，现在可能因为就是上一代就是死在国外边儿，他的父母啊、兄弟啊都没有了嘛，然后妻子嗯啊什么都没有了嘛，现在就没什么人去了。以前就挺热闹的，除了这些日本人就是死在国外的，当时日本的殖民地还有台湾和那个哪儿，和朝鲜。然后台湾和朝鲜那种到东南亚去作战的也没回来。嗯然后当时他们怎么找呢？就是在靖国神社的这个死亡名单儿上，就是找到他们亲人的那个名字，然后嗯他们就都到靖国神社去参拜，就嗯是拜他们自己的亲人嘛，对吧？嗯嗯。就是对，有很多朝鲜和就是韩国和台湾的这台湾的。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家属嘛，这些不幸的遇难的家属们，然后嗯嗯嗯会去那儿参拜。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我觉得对于日本人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意义。就是怎么说呢，你想死那么多人，然后他对。们都没能回来，你特别嗯像那个什么，我们这边叫投工，就是特工队，他嗯们就到美国去撞飞机，那些全都回嗯嗯嗯。不来了。你最后你怎么给他家属一个安慰？
你只能在这儿。所以就是去拜的挺多的嘛，因为家里人死了嘛。对对对，还有一嗯，个就是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对和平的一个纪念。我觉得中国人他们不懂什么叫和平，所以他们觉得啊，靖国神社有什么政治概念啊？就是你越是去这儿，你就越不会忘了这场战争有多残忍。就对因为所有去这儿拜的人家里都死人了，你对，你的亲人死了，你还会去崇拜这个战争吗？你不会。只是，有就是教育你去恨的文化，你才崇尚战争。对对对，是所以是是，去靖国神社，我觉得不光日本人要去，中国人也要去。中国人去了以后看看，一场战争不光是中国一个受害的，就是说你南京大所屠杀确谓的所谓，实肯定它是一场屠杀，咱们甭管30万还是3万，死3个那也是一场屠杀，对吧？就是我们死了人，但是你看发动战争的，他也死了这么多人。对所以我觉得两边儿都应该去看看，你这才叫正视历史啊。你就说，啊，对对对，我不能去靖国神社啊，怎么着，你中国人有毛病，你是想发动下一场战争吗？所以你才告诉国民要去恨，要不能看这些就是说死了多少人的这个真实情况，是因为你准备发动下一场战争，然后就是制造这些炮灰，给这些炮灰洗脑。就是为了洗脑嘛，就是仇恨教育嘛，他就是为了，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是而且，那个靖国神社里边儿有它其实主殿是一神社，里边儿拜的是一死神，嗯就拜拜。但是嗯嗯，他还保佑事业，我也不知道为啥，跟我说这儿的作用还能保佑事业。好多老板就是过年的时候就去拜，就是说今年发大财就去那儿拜。然后他主殿旁边儿有一个房子，那个嗯房子里边儿就是所有人的灵位，你进去的时候要登记。以前是收钱的，你如嗯果不是家属的话，一人1000，然后嗯现在好像是不收钱了，我不太嗯清楚，反正因为我没有家属，我被收过，但是最近好像据说不收钱了啊，就嗯嗯被那个什么投诉太多了，然后就凭什么跟我要钱？然后但是很多外国人去看，然后嗯嗯嗯他出来以后，他的隔壁是一个战争纪念馆。嗯里边儿就是有当年的那个飞机呀什么的，就是坦荡，嗯嗯就告诉你这个战争有多残酷啊，什么什么的。这日本为什么战后以后就一下儿转头往右跑了，一下儿转头往左跑了，然后产生了一大堆就是40后、50后，就主要是以30后、40后为主的左派老逼灯儿，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战争完了以后都受了损，然后美国那个左派思潮一来，然后就一群左派老逼灯儿。对对对，包括那谁，村上春树啊，村上春树永啊，远拿村上春不着诺贝尔树也是，嗯。左派老逼灯儿，然后永远拿不着诺贝尔奖，哦。很多中国人特别喜欢村上春树，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搞共产啊，就一对呀，可下没办法。能是吧，哎呀，就是就是装逼，村上春树写的东西他能看得懂吗？他看得他在中明白吗？国很受欢迎的，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喜欢看他的作品，我没有看过他的作品，我没有特别逗，看过。上面说看过《菊花与刀》这本书，多看看吧。《菊花与刀》这本书是我20年前看的，这本书呢，好像是写100年前的日本，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与时俱进。你看看这本书是什么时代的人写的？那我不可能说2000年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是一样的吧？这本书真的是我在没上大学之前读过的书。嗯，嗯。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但这本书我没就是看过。说一个就是差不多是什么30年代还是20年代时候，一个英国人还是什么到日本来，就说日本的就是他菊花的那个文化和他们姆拉萨基就是姆拉萨就是那个武士的那个文武士，化啊，什么什么什么，那都是100年前的事儿了。对，对对对，当然你说中国100年前那逼样儿，现在也那逼样儿，那我同意，现在还不如现在还比之前还差，现在比一百之前还年前还有文化，现在连文化都没了。对啊，现在比之前还差，现在是退步了好吗？哎呀，然后就说他除了就是说参拜靖国这个神社这个事情以后啊，其实我听他记者招待会就问他参拜靖国神社这事儿，他也是说，以和平为主，参拜的对，目的也是为了让大家就是纪念和平，然后知道战争的残酷。对，我刚对对对，刚看了他的记者招待会啊，昨天的那个，对对对，是然后呢，中国人故意抹黑他了，就是故中国人懂个意要说屁呀！中国对，人自己的历史都没搞明白呢，还给别人指手画脚，别逗对，了。对对对。
对啊，还有他的从这种私生活，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我他可以没让他的先生还冠他的姓呢，我觉得是很特别。她没有是一个在日本这女强人事儿挺正常的。啊，是吗？我觉得嗯，不是很正常，因为一没有没有，我般是冠有同事，夫姓。正啊，常是冠夫姓啊，因为对对对，日本人没人争这事儿。但嗯，是如果女方要求你冠我的姓也可以，啊，是吧？日本没那我不是，有那个就是你必须我还得冠以为他夫姓的。是特别的，就是很独树一帜的啊，做法。没有没有没有，我同事里就有冠那个老婆的姓的，孩子 OK 都姓 OK 老婆的，没 OK，没什么，那真的是，在日本是一个特别就是比例不是很多，但是也不是一个很特别的特例啊。她就是嗯嗯，跟同一个人结了2次婚，对对对，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为什么？让她老公姓她的姓儿。对对，挺正常，挺正常。就是我觉得可能她很有意思。老公很爱她，然后嗯，就这么干了。因是，为日我觉得本没有其实日本没有像中国那种男尊女大男子主义是有，但是像中国那种就是女的就是比男的矮一头，那个是没。因为日本是一小农社会嘛，它就是中国对日本的理解啊，就是完全都是错的啊。日本本对对对，身它是一个小农经济，它叫卡库卡族库，就是一个核心家族，从古至今都是全家集体务农，没有说男耕女织这个概念，就是去下地去种田，男的女的都一起，全家老的小的都下地种田。嗯，所以就不会说自古以来这个文化上就是说男的能干这个事儿，女的是被男的养，没有。对对对，是，我觉他就是得是平分工等的，平等的，就是日对，是本平等。男人绝对你比如说他妻子是家庭主妇，老公在外边嗯，儿赚钱，日本男的啊绝不会跟你说是我赚钱养你，这不可能，这只有中国男人说得出来。对对对对。可能很多中国人呢，他可能是被很多的日本的电影呐和影视作品给欺骗了吧？他可能觉得哦，因为日本的女性都是那种好像很谦卑的呀，低声下气的呀，在家煮饭，然后等先生回来，还跪在门口等他，诸如此类的，就是那个姿态。这是日本的一个礼仪啊，日本对于对，这种想法，就包括有一次徐晓东问我说，如果在日本骂人是狗，会不会生气？我说不会，因为在日本骂你是狗，并不是一个侮辱性的一个修饰比喻，这是文化差异。对就是对对，骂你是个狗，犬みたいな可愛いね，他不会生气的，因为骂你是狗在日本不是一个贬义词，不是一个贬义的形容。哦，他觉得很可爱，反而觉得对对对是吧？，That's so 哦，lovely. You 嗯，are 那很 you 有 are 意 so 思哦。love. 嗯。OK，那这个我还不知道，对，它是，文化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在日本，中国可能我觉得他看电视剧上，他觉得男尊女卑是男主外女主内，然后女的在家里相夫教子，他就觉得女的比男的矮一头。但是殊不知在日本的文化里，主外和主内是平等的。嗯嗯嗯，是是，就是在日本，他这个事儿是平等的，他没有说你在外边儿赚钱，你因为你赚了钱，你就高我一等。我对。靠，我要不在家里给你煮饭，你怎么能踏实在外边儿赚钱呢？日本就是觉得，哎呀，老婆牺牲了自己的大好事业，在家里嗯，为我牺牲，就是对，因为是，他这个文化传承，他父母就是这样儿嘛，这种对处模式传到他这儿，他也是这种对处模式。对日本，他基本上几乎我觉得中国对日本的理解就是错的。对，就是错的。其实我觉得中国对美国、对新加坡的文化理都是解错的，都是错都的，他们以是错的。自己的那个逻辑去想，对对对，不可能。所以对，在日本的中国人90%他们无法融入日本社会，是因为对，他们不理解这个日本社会是什么样儿的。嗯。嗯嗯嗯，对，然后就是那个谁，就是我看在简中那个什么，大家对这个早苗儿嗯，的就是最大的争议是对外国人的政策啊，然后很多中国人说什么什么就是是福是祸就不知道什么的。其实啊，早苗儿这个政策呢，比参政党和其他那种保守党强得多啊。就早苗儿其实他们说早苗儿是右派，并不不是，是啊，他只是不左了而已，对，他他就是说是不错的，了实话。他是说对外国人这个入国政策要严格，他并不是说我排外，就好多中国人就特别搞笑，说什么啊，你明天就不要让外国人来了，没有没有没有，人家说他的政策呢，简单的解读一下儿就是我要对这些在日本作奸犯科、偷税漏税、钻空子的外国人施以严格，取消他们的在留资格，让他们滚蛋。然后让对，那些造假的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啊，他是面对所有外所有国人，的外国人，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大反应，是因为都作奸犯科、制假贩假、造谣传谣、偷税漏税、钻空子，对，比如它是个因某果关系嘛，好像早对对，苗还所以他举一个例们他们会子嘛，他把对啊，那个奈良的那鹿嘛，不是都受伤了1000多只吗？那很多的那个吧，游客把这个奈良的那些小鹿啊都搞受伤了之类的嘛，然后他就拿这个例子来说这他游客，只是他只是被我跟你讲，就是他在就是最后一次发言的时候，他只是说啊，你看那么多外国人、中国人踢这个鹿，对对对然后就是被小泉他们这一帮人拿去扩大，也是一种政治迫害。对，拿住这个话，但是实际上他是一直说的是，就是对在日本全部的不干外国人，好事儿的，对不干嗯，好事儿的这些外国人就让你对，滚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因为在我朋友圈里我会发现，那种收入比较低的，他们就非常讨厌扫描；收入高的他是就喜欢，外国人，哪怕他只是拿签证的，他都对很支持扫描。为什么？对，因为我觉得这种政策出来以后，对所有好好在日本生活的待的外国人，人是个好是个处。好事儿，对，你就想吧，因为日本啊，它没有明说，比如说永住，它其实是有比例的，就嗯每年多少，然后嗯就中国人给多少，它是按比例来的。其实你要嗯，想，他制假贩假，他钻法律空子，然后他拿到永住，把你名额挤了，你嗯，老老实实在这儿交税，在这儿生活，你是不是不公平？还对，有一个就是这种他钻税务上面的漏洞，然后他在那儿吃救济，他吃的不是你交的税吗？对呀对呀，就是那个税款交的越多的人，你甭管日本人还外国人，他们都会支持这个政策。反而那种就是他没有钱，混的差，然后他要吃救济的，对，他就很生气了，因为以后漏洞空子没得钻了呀。对呀对呀对呀。对，我觉得是一个因果关系呢。他现在他对，们跑到日本去制造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现在有一个人出来说："OK，我现在要把这个社会变得正常了，把这些垃圾都扫地出门。"这个是一对呀对呀，个很正常的嘛。对呀对呀，他没有说我不欢迎外国人，是中国人你们说的。对呀，是你们那中国自己说的。人说的，哎，我真的觉得就是我朋友圈里说什么早苗儿什么的那种，我都劝他们，我说以后形势会越来越严峻，你们应该提早做好打算，早日归国。然后他们就生气了，然后就都把他们拉黑了。反正收入低的对我也没有什么用处，都混得这么差。对对，我觉得中国人他们应该自我自省一下，去想一下自身的问题，去改变一下自己的行为举止，而不是去去讽刺、去攻击其他人，说："哎呀，你为什么要把我赶出去呀？"那是因对啊，为你自己就是一个蛀虫啊。对呀，我觉得就是所有觉得早苗是个威胁的，一定是自己作奸犯科了。对呀对呀，反正我看到那种不管是哪个国人，他们老老实实好好的在日本生活的人，没有一个不觉得这会是有一个问题的。对呀对呀对呀对吧？你自己没作奸犯科，堂堂正正，你怕啥呀？对呀对呀，这自对，己就是有问题的这些人，也自己有问题的，对，就是啊，嗯。我反正挺有意思的，就是看到这些中国人的嘴脸啊，这些作奸犯科的中国人嘴脸，马上一下就暴露了，对对对，而且还然后还觉得自己特别的有理啊，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受害个屁啊，赶紧回国呀，或者二润去哪儿都成。中国人特别喜离开欢日本，去我觉得离开日本是他最好的选择，赶紧走，真是。对啊，我也觉得是，然后中国有点人还特别搞笑，说："哎呀，你们就是印度人多了，怎么样？"我觉得印度人真的比中国人强多了。印度对，人啊比中国人有素质，你知道吗？对，就对，你看啊，新加坡来那么多印度人，引起社会事件了吗？没有吧？对啊对啊，对啊，对吧？中国对，人一去，好嘛，就是各种问题。对对对，其实印度人是比中国人强的。我之前听那个叫什么八什么兔儿，他在洛杉矶嘛，他就嗯，说中国人说那个印度人有口音，说话咖喱味儿，说其实是因为你英语说的不好，美国人都能听得懂，你为什么听不懂呢？是因为你的英语不好。对，你中国人说话也有口音啊，人家也都对啊对啊，听不懂啊。为什么印度人能听得懂你的英语？是因为他对，英语比你好。对啊对啊，因为印度平均的英文水平是很高的，是很高的。对，对呀，就是他嗯，只是口音重，但是你对，一旦熟练到那个熟练程度，你还是能听得懂的，对，对，都可以听得懂的。对吧？是的是的，还是因为你自身的能力不你就比如说，当然印度英语我是不太能听懂，是本人英语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是你比如说在日本吧，他如果说一口关西普通话，那我还是能听得懂的。但是很多刚初学日语的人就说，他稍微有点儿方言口音，哪怕利他就听不懂了，为啥？是因为你还是
不行，你知道吧？还是语言不够熟练。是语言不熟，对对对，你像我们这种就是说20年了，你跟我说个方言，我照样还是能听得懂的，想对，想大概是那个意思。对啊，是是是，你有点口是，音我也是能听得懂的，大概你是说口音，哎，你是哪儿的吧，就能听出来。就像那嗯，种就是他也听不出来对方口音，但是知道有口音，就是听不懂的，那就证明您那个水平还不够。对对对，印度是英语听不懂，我赞同，还是英语水平不够高。我赞同你这个观点，对对对，对，是你说的，而且就是中国人还老觉得印度人、菲律宾人比自己不，在海外，就是无论是菲律宾还是印度，都比中国人高一等。对对对，他们给其他人的印象是好很多的，对对，呀，是对，他我赞同，他们素质会真的是比因为我们家这边儿就刚好有那个头西巴那边儿的印度人的宿舍，哎，嗯印度人可都拖家带口来，哎，但是问题在于印度人虽然拖家带口来，但是人不会产生就是比如说像中国人似的，大声喧哗、乱丢垃圾，然后到处无理取闹，没。嗯嗯嗯，超市里是，经常会见到一家一家的印度人，他们对都就是挺正常的，你知道吗？对特别正常，然后小对孩儿也不会乱跑乱叫对什么的。就比如说有那个特别小的小孩儿，他会丢东西，他妈妈就会制嗯，止他，然后对对对，把他的东西没收，嗯嗯嗯，就是比中国人的素质要强100倍。是我有同感，因为新加坡也是蛮多的，对啊，我蛮多觉得新加印度人的，坡印度人特别多，但是印度人出现什么问题了吗？没有吧？没有，反而是中国游客给新加坡带来的那个天天上头 trouble。条，天天对，天天上头条，上头条，还是中对，国人自己应该撒泡尿照照，看看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也是。对啊，嗯，然来继后续聊早苗儿，那早苗儿，扫描。嗯，其实作为一个日本人啊，我们并不关心他对中国人啊、对外国人什么政策啊。当然，他严格控制这个入管局，就是对外国人这个审核啊，我是欢迎欢迎欢迎，也把也那些傻逼作奸犯科都轰走了，就减少。对我们主要是关心我们的税和我们的对，治安，我嗯们更加关心的是，因为早苗他说他要回到安倍的那个经济政策啊，我跟你讲，并不是什么，是为什么啊？是这个事儿由来已久，就是这个事情日本主流社会是理解的，但是在日本的老中民们他们是不懂的啊，你问散嗯人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嗯日本呢，在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安倍还在台上的时候，一直是在发钱嘛，一直在印嗯钞，在发钱，就是全世嗯界都在印钞，在发钱。嗯然后一开放23年以后，那你发的这些钱，其他的国家，你像英国啊、美国啊都出现就是欧洲那些国家都出现这问题，就是钱发多了嘛，自然就要嗯，通货膨胀，对对吧？就对物价咵一下就涨去了，据说英对，国涨了30%，工资没怎么涨，那物价涨对，30%，咵一下涨上去了。日本没怎么变，为什么？安倍有一个政策啊，就是用输入性通货膨胀代替国内的这个超发钱的超发，这事儿只有日本能干。因为日本资源短缺，所有资源都是靠进口，就这种能源呀，很嗯多资源呀，包括粮食嗯啊这种，它是靠，OK，进口，所以嗯只有他能干出这种事儿。我觉得英国其实当初如果按安倍的政策，他们也能干这个事儿，但是英国没干，所以英国现在涨30%啊，或者甚至嗯嗯更高嘛。嗯日本当时就是把那个日元，它跟日银去做了一个计算，就在150日元兑1美金以下，就是接近150日元左右的话是最大化、最优化。嗯所以日元一直在147到149之间，就是嗯来回浮动，差不多在149左右。然后日本的这个物价差不多涨了10%，但是它嗯没引起日本国内的这个就是通货膨胀。嗯嗯它是嗯输入性通膨嘛，所以你这个原因是在外因，你是嗯，因为是因为英国进口，那边或者其他进口国，对，你是因为日元贬值了，你对进口的钱变多了，所以对你物价变高了。对它并不是因为我超发货币变高了，对对对，所以和那个它这种内在的，经对，济就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它就慢慢抵消你超发的这个货币。它当嗯嗯时计算的是发到24年，就是2年到3年，就能抵嗯嗯消到它超发的货币，当时这么算的，日银当嗯时也是这么算的。嗯哎，结果没想到，关键一个是他退位，是因为真是得癌症了，然后退位，而且他有些事情吧，他当首相他不能干，他得退了以后他才能干。比如说去台湾说台湾有事也是日本有事，你作为一国首相，你肯定不能说这个话，但是你作为前首相你能说。对，而且现任首相他们俩叫控比，就是他俩一直是配儿的。
就是嗯，一个唱白脸儿，一个唱红脸儿，看红脸，就是岸田一直是唱红脸儿的那个。对，他今天下来以后，他就把岸田给顶上去了嘛。岸嗯田上去以后，那岸田肯定是听他的，他是岸田大哥嘛，对吧？威望也嗯高，就是说他说什么，岸田做什么，然后他又能掌握这个，就说政治，他又能干他想干的事情。结果嗯，没想到就是天有不测风云，让人暗对杀了。暗杀对对，以后，岸田他自己觉得自己牛逼了，没人管他了。岸田呢是银行系统出身的，以前是搞金融的，他就觉得嗯自己懂，但是其实他他妈不懂。然后呢，岸田干了一件事情24年的时候5月，就24年5月之前其实挺好，因为为什么我知道，是因为我炒那个 FX 和做那个美元国债。24年5月就刚好我买了一笔美元国债进来，然嗯后是148买的，然嗯后他那个美元国债好像5%呢，给的挺好的。嗯，然后5月初4月底5月初他就到美国国会去了，然后岸田当时想的可能拜登还能连任吧，就在美国国会上演讲说："哎呀，我在就是那意思就是，哎呀，你们支持我们，就是支持我们吧，我们现在可以举全国之力给你们生产飞机大炮。"就是特别明显的意思就是我们以后可以做军工了，就不是我们的制造能力完全可以独立起来做军工，你支持我们修改宪法，让我们的国家正常化，我们就以后就对生产坦克啦，绝对我们不是他现在也生产坦克，他只是给人 OEM，以后他说我的 ODM。所有人都能不是他现在 ODM，以后就想给人挂牌了嘛，就不管卖嗯给你，他正常化以后就不光卖给美国，他还能卖给全世界所有人，无差别的对，卖给所有人。他就是这么想的嘛，就是在美国国会那演讲你听听，他就说我们举国之力啊，全部弄起来以后，你要世界打仗，我们军工全供，就差不多这意思。回来以后呢，这日元一下儿它就是日银一放水，它就一下儿突破150了，就直奔哦，160就去了。它这日元突破完了以后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安倍的那个政策就被破坏了，就是输嗯入性通膨抵消它超发货币就被破坏了，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形式。就等于说经济上在金融上变成了另外一形式，对国内的经济就有影响了。然后嗯日本的物价就在一夜之间哗的一下涨成没到英国那个状态，也跟美国彼此彼此了。嗯就是现在物价特别贵，然后工资还没怎么涨。就是嗯日元现在贬的就是一钱不值。后来它再降下来以后也没用了，就是之前的那个对冲已经被破坏了嘛，你对再降下来以后，就是你不实行其他的政策，它是就是说恢复不到原来那个情况的，而且你对对对策略变了嘛，对吧？对对对，然后就导致日本的经济就是之前在23年的时候，日本一向是很有钱的，其实它一直在哭穷，但是你看它的增长率是特别高的。嗯它的苦罗基就是黑字是特别高的，到24年一下儿就变成赤字了，就是对经济的破坏特别严重。就是证明一个是就是政府的财政政策是错的，第二个日银的金融政策是错的。对，嗯然后呢，去年的时候就是顶不住了嘛，你全都是错的嘛。去年10月份我记得他就下台了，他就是岸田就辞职了。岸田辞职了以后肯定不想放权呀，就把石破顶上来了。石破又辞职了，他们俩是一起儿的，就对是石破还是按他这个东西弄。你不对，要看石破之前说什么，你现在很清楚能看出他俩是一起的，就他下来找一代理人，因嗯为他是去年10月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在众议院选举之前，他辞职，总裁辞职，然后把石破顶上来了。然后众议院选举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不下台，自民党去年11月份就下台了，就肯定不会选他，那嗯让野田上也不能让他上。嗯然后把石破顶上来以后呢，还有一线希望，他就把石破顶上来。其实当时就是大家打算选高市早苗，让他嗯们在党内做手表，这个议员票上做手脚，然后让石破上去了。嗯，你可以做你知道手脚的吗？这个？不是，因为他们是这样，他们是党内选举，就是哦，今天这个啊，不是民选，是自民党总裁选举。他们还是执政党，只是他们换总裁，所以这嗯，跟老百姓没有关系，这是他们就自己自民人之党间去人投票。选呢，那当然你各个有各个自己的派系嘛，你派系之中你做工作啊，大家拉一拉关系，拉帮结伙，他们一直是官僚作风嘛。然后就把你议员票在那儿，你把议员票所有都拉高，然后你不就能选上吗？嗯就是
反正就是当时就这么干，干完了以嗯，后呢，就是选的时候，众议院选举哈，投票率只有19%，这很就是低啊。投票率超级低。嗯，然后投票率超级低的情况下，还当选了。然后没有就是执政党还没过半数，这席位没个也太过半数。这个也太惨。对对，因为日本在去年之前，其实日本人是对这个政治都不关心的，因为一嗯嗯嗯，直是特别平稳嘛，就四平嗯嗯嗯，八稳的，就大家嗯嗯嗯，对这个都不关心，投票率非常低。去年11月份是众议院选举，然后出了一个维新会，占领了整个关西，就大阪全是维新会，所有选区都是维新会的人，然后嗯，一直他也不是新兴了，反正就是也挺激进的，就反正不左了嘛，是个嗯，不是特别左，是中间派。对。然后，就都选成这样了，你石破该辞职吧？石破说：“我不辞职。特别恶心。后来又辞了吗？不是？没有，他折腾了半年呢，对啊，他顶大半着压力。年呢，他的支持率太低了。然对，后因为众议院选举的时候，我们这边儿是怎么回事两院选举，众议院选举出来那个执政党为执政党嘛，虽然说他没过半数，但是在野党是8个党加上那个无党派，嗯，就是6个党嘛，还是8个党？然后他们6个党加无党派是100多票，是在野党，他们过半数了。嗯，在野党里边儿选不出一个能人来。哎呦，这所以执政党执政又继党也上了。续执政，就是公对，民党和自民党又继续执政，那他还是的组在野党合就是无人呢。就是在野党无人呐，就是对对，没有一个能就是关键在野党不是不团结，是真不行，就没有一个能的。当时在野党选出来那个是，民主党的那个野田当过首相，不行，你知道吧？嗯嗯嗯就嗯当过一年多的首相，实在嗯不行又换回来了，又换成了嗯嗯安倍，就是野田下来以后换的安倍嘛。嗯嗯嗯鸠山下去是野田，野田下来以后换的安倍嘛。嗯，那个野田也不行，所以大家就想要算了吧，还是让他继续吧。然后到了今年的7月份，就是参议院选举的时候，对就是这个半年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就比如说中国人大闹日本，对然后日本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对，经济主要是因为国内经济越来越不好，然后物嗯价越来越高，房价越来越高，然后银行利息还涨了，不是，就嗯贷款利息还涨了，就是怨声载道。所以到参议院选举的时候，投票率就变成了60%，就60%人去投票啊。然后嗯嗯，这个时候呢，又发现了就是执政党不过半，然哎，这后个对，大家就说：“这回你该辞职了吧？”他说：“我还不哎，辞职。”不辞职。对，我看了那个新闻报道，他说他坚决不辞职。但是还是没有顶住啊，那最终还是。就是不行了，你就必须得下来，不下对，来，因为你知道吗？参议院选举的时候，横空出世了一个参政党，这个参政党以前是个小党，然后最嗯近闹得特厉害，加上特朗普又上台了，那 嗯 Trump 不说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美国怎么怎么着，然后他们就按着川普的脚步，觉得我们应该学这个呀，这对世界大趋势嘛，这参政党对，搞得可热闹了，在那个 Hibiya 公园，就是日比谷公园儿找了巨大的声势浩荡，然后就给大家演讲，说出他们的政治理念，老百姓都同意，参政党大比例哎上哎哎哎，你这样说，我突然发现啊，那个真的是得那个早苗的他的议题和口号和川普很像哎。就是都跟川普挺像，因为大家都觉得川普说对呀，对呀，就是他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和这对对，个和 他就是，Japan is Back 是一个道理呀。就是这个，对对对，对，他的议然后题是一样。参政党那 Japanese First 不是也跟川普那个有点像吗？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他们这一路人不是右，他是不左了，他们对就是理解了左派左臂当道不行。你看对，不行。美国，你看法国那个奥运对会，你想成为那样儿吗？我靠！对对对唉，然后对对对，就是参政党大比例上台，就这样啊，就是因为就是他说了一个以前因为政治正确大家都不敢说的话，今天突还是这个然一个党世界的站出来大体的说出来了。趋势。就是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以前皇对帝没穿衣服，大家不敢说，突然有一个人，就比如说像参政党那个党魁站出来，他没对穿衣服，对然后大家都指他没穿衣服。对对对，就是之前为什么维新会能上来，就是众议院选举是维新会，维新会可能就是他，你看他穿的那个是不是有点奇怪？
是这样，他没敢明说。但是等到参议院选举的时候，就站出来一个，因为我觉得参议院是因为这帮人，他们都是刚刚参加政治，都是第一次选举，输了我不嗯，怕，我没有那包袱。他对，那个没有政党子是治包袱。40来岁嘛，就站出来嗯，就说他没穿衣服，你能对，拿我怎么样？我就说他没对，穿，他就是没穿衣服，大不对，了我不干政治，我回去干别的去。对，哎，结果发现大家说对呀，他说对呀，他就是没穿衣服呀。对，然后就变成现在这样子了。我觉得如果不是参政党闹这么一出，高市早苗这次上台也没有那么顺利。我觉得就怎么说，是因为全世界都是跟左臂拜拜，对啊，就是对啊，都是主都现在流都是这样。方向转了，就是你必须要矫枉过正，回到那个对，正常的那条路上来。是是是，然后日本人像就真的我们就觉得，哦，对呀，首先对他最不满的就是他就是对现在自民党这个最不满的就是，你现在这个经济是越来越差，而对，且我是知道你是没有能力把这个经济扳回一局的。嗯，所以高市早苗说我要回到那个谁，安倍那个时候嘛，就是哇，大我要家都用安倍的那选他了。个政策去干。嗯嗯嗯，所以大家都知道，哦，安倍那个政策是对的。因为我不知道他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老百姓，我们更关心的是，虽然我不知道安倍他牛逼在哪儿，但是我能切身的体会到，就是疫情几年我没受罪，疫情嗯完了以后我们挺住了，就是日本这个经济挺住了，没有人出问题。嗯但是你岸田上来以后，那物价上涨，房价嗯上涨，那我们是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经济不好了，嗯嗯嗯，对吧？是是是然后是是，就是还有那么多就是投资移民的 Chinese 啊，在这边儿就是做坏事儿，这我们能切身的感受到这个不行了。所以我今天要选一个他说他要持续安倍的，而且这个人，他以前是在安倍内阁每一任内阁他都存在的一个人，你别管他当大臣还是副大臣还是什么，他一直嗯存在，一直被安倍重用，他们两个之间一定是有默契的。嗯嗯嗯，对，而且很多人说特别搞笑啊，就是中国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民主国家，什么议会制啊、直选制啊。对，他们说："哎呀，希望他说的话他能实现啊什么的。"这次啊，他不是选民投票，我骗你，我上去以后不知道，他是党内投票。早苗儿在这个党这么多年了，所有投他的票都认识他。嗯嗯嗯他到底是说瞎话的那个人，还是真的那个人？他们自民党里边儿自己了解呀，嗯嗯嗯，对吧？是，他们了解他，他在这党里也没少待，待了好几十年了，对吧？对对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自民党人自己知道，这又不是我选出来的，是自民党自己选出来的，对吧？对对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对吧？还有很多的中国网友说他他们在等着看笑话呢，说看他能撑多久到辞职，说早苗，他们在预测早苗会辞职。那你们还是先预测一下习近平啥时候下来吧。你连自己那个他能干到什么时候，你们都说不明白。早苗如果正式该选的话，应该是上一次选举是24年，对吧？那就是应嗯该是4年后还是5年后众议院选举，我忘了，好像是4年以后28年。嗯，嗯，如果自民党上不了台，那他就得下来。如果自民党上台，他还得在上面儿或者如果自民党党内再折腾一时半会儿哈，说实在，自民党现在除了早苗儿也没别人了。可以连任的机会，你是说吗？还可以？他也不是连任，日本是这样，是选党不选人。嗯，具体哦，就总裁这样，OK。谁当是你们自己党里决定的，就是我们可以随时换了他。嗯，OK 就是如 OK。果你的民意支持率过低的话，你就解散内阁重组；再低的话，你党内自己选总裁。要不然，因嗯嗯嗯为现在这个趋势就比较危险，就是可以随时换，是因为执政党的就是席位不过半，就嗯嗯。很有可能立刻就变成执政党变了。和台湾的很像啊，现在情况其实和台湾的台湾政党不总统他换不了。不是，他也是连他的那个对，但是立委呀。他是对，他们是什么啊？他们是那个就是议会嘛，议会不对对对，过半。但是日本议会不过半的话，他可能换首相，台湾是换嗯嗯，不了的，因为台湾是直选嘛，对对对吧？对对，日本的话，如果就是现在这情况是，如果执政党换了的话，首相也是跟着换的。嗯嗯嗯嗯，啊所以他，OK。就是对执政党是一种监督。如果你太没有什么民意的话，我可以把你这个党换了。那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一个维新会，一个参政党势头都特别旺，嗯所以他很有可能就是说，哎，我就是为了让你换，所以我就是把你选下去。
对，有可能去逼执政党，就换一个执政党，你变成在野党，我变成执政党，或者我们六党嗯嗯嗯，联合执政。因为日本就说执政党的情况也不是独党执政，它现在是那个自民党和公民党两党联合执政。之前就是2010年左右，就是 Second 扩代的时候，是几个党四五个党联合执联合政。执政，哇，一般都是这样，在野党连在一起。哇，那很乱的，那样子会。没有，他们就是如果有共同利益的话，就还有能联合。很多权力的博弈吧，在这个之间。有，但是这个有好处，就是说你没有人能一言堂。啊，对，对，对，如果你不符合大众的利益的话，就对，能立刻换了你。对对对，是就这样，是是，就是大家商量着来。我们这儿对对对，就能议会制钳制对就是方啊，对，议对，会制就是这样，是因为对，你知道总统制，总统是国家最大的象征嘛，议会制肯定是君主立宪的国家。那我们天对，皇包括英国皇室是那个对，象征，议会你就自己来吧，就对，对对对，是这样。是是是是是，在日本这个，扫描上去不太清楚会怎样，但是我觉得应该还可以。他说要减税嘛，他说嗯，要给个人所得税要减税，然嗯，对，后企业税过几年要增加企业税，我觉得是对的。那个就是所有的这些穷人交税交的少的，他可能不会支持，安倍的政策，但是安倍的政策确实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他就是说把税减低，这样嗯，你经济上去了，你收入多了的话，你不照样也得交多税吗？他不是给你增加那个重税。你知嗯，道现在自民党像岸田他们是给企业增加重税，那企业而且岸田他们特别搞笑，就是规定了就是说你这个企业必须，就给企业很多条条框框，就规定你一定要保证他什么什么劳动就是左派那一套，劳动那很难发展，让企业很对呀，难发展。但是他就没想到时间因为我周围很多朋友都是自己有企业的嘛，嗯，就是一到6月份该征收企业税了，那我那朋友圈是骂声一片。就是那肯定骂声骂呀，你看一到6月份啊，咱就不说别的，你就看五月散人，他的情绪就会变得非常饱满，他该交税了，他就开始骂。而且每年6月你看，明年6月你就看他就开始，那样，他的节目就有点儿剑拔弩张，你知道吗？因为对，要收税了嘛，要收企对对对，业税了嘛，他那几个对，包子铺都要交税。对对对，然后呢，就是真的就是现在是我有个朋友经典名言，就是日本那自民党就是土匪，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劫富济贫呐！然后就把我们这中小企业都给杀的啊，赚那么嗯，辛辛苦苦赚那么一点点钱，要交对，那么多的税，对，对对对。天天把那个朋友圈骂成狗啊都，然后当是，它然我也没重税对整个经济都不好的，都不好，是因为它对，不好。它会让整个社会的经济啊，就是好像好像一潭死水一样嘛。因为岸田政府啊，就岸田他自己银行出身，他都是纸上谈兵的。对就是包括对对自民党这些人，他们都是纸上谈兵的。为什么说对，我们日本人希望换？是因为这帮人全是官僚出身，纸上谈兵。你如果换成在野党，他们是从民间来的，嗯有很多人是企业家。你就像参政党的党魁，他自己是企业家，嗯，所以他觉得对他就是也是交重税嘛，所以怒了才弄了这么一个党。就然后你看维新会那几个，很多人都是自己有公司企业家参与了维新会啊。我之前住院投的那个维新会，他就是他自己办公司，收税收太重了，就参加了维新会。就很多人嗯嗯，都是这样你自己真正经营过企业，自己做过生意，或者自己有高收入的话，他就是跟你这些纸上谈兵的人，他想法就是不一样了。他知道是是，怎么做才能对这个社会的经济才能真正的变好。您对像自民党，他现在这个政策就是跟以前拜登他们拜老登儿他们那政策一样啊，什么对对穷人好，对富人劫富济贫，这个社会是没法儿发展的。对你必须要对企业好，企业才能更多的赚钱，企业更对多的赚钱才能雇佣更多的工人。对你现在规定一个工人只能工作这么长时间，然后你1个小时要给他这么多的钱，但是你这个店没挣这么多的钱的话，我为了保持这个我能干什么？我以前雇佣对3个工人，我现在只能用2个。然后就反正因为自民党全部都官僚出身嘛，他们对都是纸上谈兵。你别看嘴头对儿说的好，他们没有社会实践过，没有真的去赚过钱的人。就我的朋友们，他们就说：“你没有挣过赚的钱的人，你是不知道你钱是怎么赚来的。”对，所以你让他们去掌握这个国家政权，我为什么一直以来就
不支持自民党，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他不懂怎么去赚钱。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是一无产阶级的时候，可能是我当时年收只有500万以下的时候，我是支持自民党的。但我一旦突破了某一个数值，我自己有那个事业收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事儿不行。对，就是当你自己真金白银的在交税，交了很多税，也许我交的税可能比有些人他的收入还高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凭什么我要交第一，凭什么我交这么重的税？第二，我这个税金去哪儿了？对，去养那些穷人懒人了吗？对，凭什么？对吧？对，是是是，还有那些穷人懒人出去耍滑的外国人，不是更凭什么？是，对就对对，是这东西，对吧？对对对，扫描上台也是因为他就说减税，或者他所说的这个就是经济政策啊，对每一个我们国民来讲，我们觉得，有道理，所以大家对他支持率才挺高的。对对对。就还是之前那个，那就算了。